哈喽，各位木友，欢迎回到木工543的第4集。在前几集，我们聊过了怎么用画线规建立物理基准，也聊过了怎么用框锯把木头切下来。如果说锯切是木工里的体力活，加上一点点准度，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的领域刨削，那绝对是木工技术的分水岭。苏联教材《细木工作业》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重，库科索夫说，锯子靠的是体力，而刨子靠的是吊效的智慧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觉得刨子很难用，推起来很不顺，甚至把木头表面弄得坑坑洞洞，那通常不是你的力气太小，而是你在用一把没有吊效好的精密仪器在毁坏木头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暂时不教你怎么推刨子，我们要先教你怎么吊刨子。这是一门关于微米级别的精确艺术。首先，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个场景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这种崩溃的情况。你拿着刨子顺着木纹推过去，原本期待会出现像镜子一样光滑的表面，结果却出现了一道道像是被狗啃过的坑洞。这个总现象我们叫做逆纹撕裂。这时候很多新手会觉得是自己手不稳，或者是刀不够力。但根据我们手边这份苏联技术报告，问题通常出在2个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一个是你的刨口太大了，另一个是你的压铁失效了。我们先从刨子的解剖学讲起。在库科索夫眼里，木刨不是一块木头塞一块铁，它是木头做的精密仪器。首先要检查的是刨底，这是你的绝对平面基准。你要拿一把直尺贴在刨底，对着光看，除了刀片伸出来的那个开口附近允许极微小的凹陷外，其他地方必须完全平整。如果你的刨底本身是弧形的，你永远不可能刨直一根木料。接着是刨口，也就是刀片伸出来的那个缝隙。这个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法则，刨口越窄，表面越光洁。为什么？大家想象一下，当刀片切入木头的时候，木头纤维是被缠起来的。如果刀片前面的缝隙太大，纤维在被切断之前会先被掀起来，这就是撕裂的开始。但如果刨口很窄，刨口前缘的木头就会紧紧压住，那些刚要被切开的纤维让它们乖乖被切断，而不是被撕开。根据书中的职人标准，如果是做粗工，刨口缝隙可以到2到3毫米，但如果你是用来做最后表面处理的精光刨，这个缝隙甚至不应该超过 0.5 毫米。这就是为什么老匠人的刨子永远比新手的刨子好用，因为他们的缝隙是精心调整过的。讲完刨口，我们要进入今天最核心的机密压铁。大家如果手边有现代的刨子，或者比较讲究的中式刨，你会发现刀片通常不是一片，而是2片叠在一起。这多出来的一片，我们叫它压铁，或者日本说的2枚刃。很多新手觉得这第2片铁很碍事，磨刀石还要拆下来，但它其实是防止撕裂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它的任务不是用来切削，而是用来折断木屑。这背后的物理原理非常精彩。当刨刀切入木材，木屑会顺着刀面向上滑，如果没有压铁，这片木屑会像一根杠杆一样，把前方的木材纤维连根拔起。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一片陡峭的压铁挡在那里，木屑一滑上来，立刻撞到墙壁，被迫向后卷取，然后折断。一旦木屑断了，杠杆作用就消失了，撕裂就被终止在萌芽状态。所以你会看到刨出来的木花如果是直直的长条，那可能还不够完美。真正顶级的刨花常常是卷得像蛋黄一样紧密的。这个里有2个吊效的黄金数据，请大家记在心里。如果你只是在做一般的刨削，压铁距离刀锋大约 1.0 到 2.0 毫米就可以了，这样排屑比较顺畅。但是当你遇到那种纹理乱七八糟，怎么刨都撕裂的硬木时，请把压铁往下推，让它极度逼近刀锋，距离只有 0.3 到 0.5 毫米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推刨子的阻力暴增，因为你在强迫木屑折断。但神奇的是，原本粗糙的表面会瞬间变得像玻璃一样光滑。不过要小心，如果太近，小于 0.2 毫米，木屑会来不及排出去，塞住刨口，你就推不动了。好，构造懂了，原理也懂了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传统木刨没有螺丝旋钮，你要怎么把刀片精准的移动那 0.05 毫米？
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第3个重点——铁锤吊效法。在库科索夫的教学里，这是一门必须练到闭着眼睛都能做的手艺，所有的进刀与退刀全靠一把小铁锤。当你想要进刀，也就是切深一点的时候，这比较简单，轻轻敲击刨刀的顶端，口诀是一点点就够，敲一下可能只移动 0.05 毫米，这就足够改变刨花的厚度了。但是当你想要退刀，也就是切前移点的时候，这是新手最容易犯错的地方。我看过很多人会用手去摇刀片，甚至是试图把刀子拔出来，绝对不要这么做。正确的做法是敲击刨身的尾部，这听起来很违反直觉位，什么敲木头刀只会退出来，这利用的是惯性原理。当你敲击木头刨身的时候，刨身会瞬间往前冲，但沉重的铁刀片因为惯性会倾向留在原地，相对来说它就像后退了。这就像魔术师抽捉筋一样，杯子不动，捉筋跑了。你要练习去听那个声音，去感受敲击力度与刀片缩回的关系，调整好深度后，别忘了轻敲木楔，把刀片锁死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今天拆解了刨口的大小、压铁的止逆原理，还有铁锤吊效的惯性物理。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木头最纯粹的几何形状。最后这里要补充一个磨刀的小细节，我们虽然这集不讲磨刀，但有一点跟压铁有关。你的刀背，也就是贴着压铁的那一面，必须是绝对平面的。如果刀背有弧度，或者压铁接触面不平，木屑粉末就会卡进这2片刀中间。一旦卡粉，折断木屑的机制就会失效，撕裂就会重新出现。依照惯例，我要给大家出一个课后作业，这个作业叫做压铁实验。请你拆开你的报纸，观察压铁与刀片的接触面，把它们叠在一起对着光看，中间有没有缝隙？如果有，请拿去磨刀石上把接触面磨平，这是防止卡屑的关键一步。另外，也请你练习一下，听声音调刀式走，闭上眼睛，用铁锤敲击刨身的尾部，然后用指腹轻轻、小心的在刨底触摸刀锋，去感受每一次敲击刀片缩回的那几微米。刨子吊好了，现在我们手上的这把精密仪器已经准备就绪。但是面对不同的工作，比如要刨平一张大桌板，还是要刨出一根精致的装饰线条，我们需要不同种类的刨子。在下一集，也就是刨削奥义的下集，我们将介绍掌刨、槽刨与线、角刨的实战用法，看看苏联老匠人是怎么运用这些特殊兵器来解决复杂的几何问题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，祝大家的刨口永远紧密，压铁永远服帖，我们下期见。